热搜之外的心跳时刻。消息落地的那一刻，像火星落在干燥的草原上，眨眼间便燎原。人们不是单纯为又一次合作而雀跃，而是被一种被3次遗憾雕刻过的执念点燃。这一次会不会终于圆满？弹幕在同一个频率上起伏。白鹿、王星月、守护、婚前资产，他们不是堆叠的词，而是共同心跳的注脚。爱被风浪试过，才显得更值得等待。婚前资产，轻松外衣下的深情投射。戏言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他把认真的心事包在玩笑里。婚前资产听起来俏皮，实则是一份公众默契，在漫长的相互成就里，守护像复利，越积越厚，越守越真。真正的守护不是喊出口号，而是把自己稳稳地放在对方身侧，不张扬，不计分，只在需要的时候自然出现，于无声处加一层底气。3次错过，遗憾如何成为期待的底座？第一次，他们在身份与接续的藩篱前折返，眼神亮到发热，脚步却被现实按住。第二次，礼法的重压像无形的墙，把明知是你的答案推向相反方向。第三次，情深愈深，结局却更冷。屏幕前的人一遍遍倒带，只为确认他们确实那样爱过。3枚齿轮互相咬合，把遗憾碾碎，也把期待越磨越亮。于是所有人都把赌注轻轻往第4次上推。引爆的临界点，为什么第4次合体会冲顶？情绪传播有其物理学，反复出现的接近而未得，最容易积蓄张力。一旦在相逢的信号出现，群体便会本能地想把缺口补齐。对同一对搭档的持续追随，使弥补假说成为集体心愿。前面3次的空白，总要在某一次被温柔填平。第4次便被赋予了兑现的意义。戏里恋人，戏外更像姐弟。镜头里，他们彼此吸引，彼此守望；镜头外，又像亲密的姐弟。他的文与善替他挡住嘈杂和犹疑，他的锐与笃定把光投回他的专业与信赖。边界并未被刻意模糊，恰恰因清楚而更能并肩。一个擅长带领，一个乐于倾听，一个目光坚定，一个心怀柔光。合作因此有了底色，以专业为底，以信任为桥。守护的细节分贝极低，分量极重。真正的守护是人群拥挤时的自然让位，是拍摄间隙地上的水与外套，是发布会上不经意的眼神确认，是采访里对彼此专业的肯定与延伸。这些细枝末节上不了热搜，却有安的密度。它们像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，托起彼此的松弛与从容，也让观众相信被认真对待的伙伴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浪漫。双重经验，古意之下的人物与人格。定妆照一出，评论区清一色的太适配了。他的眉目带英气又含柔韧，他的神情稳重而不板滞，像从典籍里走出的青年与从山水里走来的佳人。但真正动人的不只是好看，而是他们在眼神里填入的人格，他的洞察与坚毅，他的克制与担当。好看因此具备了故事密度，让人愿意追随他们迈入风云。设定铺陈，在谜案里并肩，在风浪中相互。故事从一场神秘的皇族之变拉开。女官敏思如炬，善辨真伪；灵台郎沉静如山，长于推演。两人奉命核查连环奇案。壁上花，只在阴冷处悄然盛放，指向禁院深处不愿示人的秘密。血色天姿，以血为引，牵出权力与欲望的角力。即时密文，错置的时辰里藏着真正的破局提示。七星兔，柔弱之名之下，是伏笔，也是杀机。每破一案，他们便在生死边沿再靠近一步，从试探到信任，从协作到默契。看点不是彼此依附，而是两个独立灵魂互为盾牌，彼此成就。感情内核，守护的3重进阶。第一重是本能的保护，危险来临时的挡与让。第二重是专业的托举，在对方犹疑时，用自己的确定照亮对方。第3重是成全的勇气，当前路分岔，有人愿意在原地目送，也有人愿意逆风同行。守护的终点从不是占有，而是松手又接住的分寸感。这也是他们身上最动人的地方。爱不是一句台词，而是一次次被风浪检验仍不改旗帜的选择。网络狂欢与现实温度，
两条情绪河流的汇合。宣传期热度扶摇，话题词频频点亮。短视频剪辑，同人二创，台词拼贴，角色考据，期待被人们做成了可以触摸的风景。可热度之外，更珍贵的是温度，真实的相处与互相托付，为这场狂欢注入情感底色。人们并非只为磕而磕，而是借此确认温柔与守护在现实中可被实践。从荧幕回到人生，3次错过的启示。人生常常节拍不对，来不及，赶不上，差一口气。可正因为不圆满，才更懂再试一次的意义。3次错过之后的再次相逢，像命运留给有心人的回旋余地。它提醒我们，努力不总是立竿见影，但每一次认真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清晨突然开花。守护者的成长，他愈稳，他愈亮。他从锋芒出路到沉静持重，学会把光投向更该发亮的人与事。他在经验与敏锐之间找到均衡，用专业守住作品的底线，也用善意滋养伙伴的信心。被信任托举的人，成长得更快也更稳。以成全为前提的合作，光会叠加，丰收会提前。于是，护花使者不再只是大众的花名，而渐渐成了彼此的自我要求。3种结局的想象，关于圆满的多种答案。其一，携手而归，风波尽散，携春并肩。其二，山海相望，彼此成全，各自辽阔，在心底留一盏同行的灯。其三，开放式，把选择权交回观众，在未尽的余白里，每个人写下自己的答案。无论哪一种，真正的圆满是过程的坚实，只要以真心相待，以作品为先，圆满就已经在路上。第4次合体的意义，不仅是作品，更是情感归位。这一次之所以万人空巷，是因为它承载的不只是叙事线，还有情感债。观众需要一个被温柔对待的结果，抚慰那些年追随而来的惋惜。于他们自己而言，第4次意味着更高的阈值与更深的信任，把最好状态给予最好对手戏，在高压与期许里仍保持松弛与笃定。这本身就是传奇的雏形。当守护成美德，故事外的回响。当越来越多人把守护当作值得追随的品格，它便从戏里溢出，进入生活。朋友之间学会换位，家人之间学会不声不响的付出，同事之间学会彼此兜底。作品与大众因此形成良性循环，我们因为故事更愿意善良，而善良让更多好故事发生。2条成长曲线的交汇，专业主义与人文关怀。它的曲线从证明自己转向成就彼此，它的曲线从独自扛起转向善待同行。2条曲线在交汇处形成亮斑，那是专业主义与人文关怀的合奏。所谓天作之合，不是天选，而是一次次选择，选择在场，选择托付，选择把对的人放在心里最柔软也最可靠的位置。观众的参与，共创式的圆满。这场第4次动人的另一种原因，是每位观众都参与其中。评论区的每一句这词一定要圆满，都像是轻轻落下的加冕。每一次转发与二创，都是把守护的价值继续扩散。看剧变成共创，故事从他们的变成我们的，圆满便不再只属于荧幕，而在每一颗注视与守望的心里悄然扎根。他为何被称作护花使者？答案不在宏大的宣言里，而在低分贝的细节中。他尊重他的专业，理解他的边界，他在需要的时候前一步，不需要的时候退半步。他用我在的稳定感回应他我能的自信心。守护因此不再是单向度的付出，而是双向奔赴的合唱。他稳，他亮，他挡，他发，他支撑，他盛放。角色与人格的互文，从造型到灵魂。古意的衣袍和束发只是外壳，真正动人的是他们把人物与人格一并带到镜头前。他的清明与胆识，使每一次对峙都像在为真相开路。他的克制与担当，使每一次抉择都在为众生兜底。于是铜矿不仅好看，更有故事密度。观众不只是在看颜值，而是在看价值。在谈婚前资产，守护的复利效应。复利的神奇在于长期主义。1次2次的举手之劳，也许只是礼貌，年复一年的彼此托底才配叫资产。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暴涨，
却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清晨，让所有投入变成踏实的收益、信任的收益、成就的收益、彼此成长的收益。玩笑因此变成温柔的共识，认真的人终会把认真变成被看见的风景。风浪中的盟友，在危机里确认彼此。每一桩奇案背后都潜伏着权力与欲望的暗潮。他以智慧破局，他以稳重筑堤，他以锐利入场，他以温和收口。对手强一分，他们就把肩并得更紧一分。风浪不再只是考验，更成了确认，确认彼此的可靠，确认守护的方向，确认我们的重量。情感的底层逻辑：耐心、边界与信任。耐心是不急于得到答案，边界是让彼此站在舒适的距离，信任是即便看不见也相信你在做对的事。当三者彼此咬合，爱就有了稳定的结构。它不需要被反复高声宣示，只要在日常的缝隙里不断出现，就足够让人心安。时间的礼物，从青涩到成熟。时间像一位严苛却公平的老师，他让锋芒被打磨成温润，让热烈学会分寸。他学会把我要放进我们要，他学会在我能之外说一句我愿。当两个成长曲线互相托举，第四次便不仅是合作，更像是彼此都更好的版本在光里重逢。圆满或许就在眼前。从婚前资产的俏皮到守护者的郑重，他们一次次地回答彼此，也回答观众。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是没有被击碎的信任，是一直在场的善意。第四次不是终点，而是更长旅程的里程碑。圆满也许正在一步步靠近，而在抵达之前的每一个当下已然值得珍藏。落笔之前，把答案交给未来。也许他们携手而归，也许山海相望，也许故事停在微笑与沉默之间。无论哪一种，重要的从不是纸面上的结局，而是一路走来彼此变得更好的证据。守护的意义不在拥有，而在成全。爱最美的样子，不是用力握紧，而是懂得在关键处放手，再在更大的风景里重新相逢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白鹿与王星月的故事触动，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。在你心中，守护意味着什么？你最期待他们以何种方式迎来圆满？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点赞与订阅，并把这篇分享给同样在意守护的朋友。你的每一次支持，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